大家晚安，我是陈妍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谢汉斌，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妍莹好，各位朋友好，以及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妍莹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的是以一之间的这一场战火，大家呢是越打越凶，因为没有人要退让嘛。现在呢，清晨的激烈交火，双方的夜空都会有爆炸声。好，这一回我们看到的是特拉维夫，你会问啊，不对啊，不是他们有很厉害好几层的防空飞弹吗？哎呀，现在防空飞弹据说好像也不这么管用了。直接来看画面吧，这个画面呢说是中方他们呢有一些的人民是在以色列这边来工作的。那这个大陆人呢，他就拍到了这个画面，他就说：“哎呀，什么惊呼连连，因为呢划过这个被拦下来，但是那个高超音速飞弹，好，据说呢好像就不知道有没有拦到，因为就炸成火球了。以色列国防军这边他们的讲法是说呢，其实在最新一次的袭击当中，他们是对以色列发了25枚的弹道飞弹。好，甚或呢现在他们自己以色列方也公布了更多的细节，他们强调这是第18次针对以色列目标的攻击，打哪里？打中部的军事基地，还有作战支援中心，甚至还用了他们自己研发的沙赫德136无人机。这一回呢，其实双方的无人机都有出动。那以色列现在呢也有出动无人机，那个伊朗这里呢他们也出动了，但是以色列讲法是他们被我们变成了碎渣。好，什么意思？就是呢，我们比较厉害了，我们秒把他们的无人机就变成碎渣了。那以色列无人机是去打哪里？是去打伊朗的 F14战机。那先前呢说把这个熊猫战机打掉之后，结果最新的一个卫星照也曝光了毁损的情况，说基本上有一架是近乎全毁的。目前双方你来我往，你派无人机，我就给你无人机啊，因为他们是两个地方，不是隔壁邻国嘛，所以他们的飞弹会越过一个这个距离嘛，所以他们就讲说呢，彼此之间的精锐进出，在联合国里面也告诉大家，没有人要退让，我们都会继续战斗。那伊朗现在呢，最高领袖到底藏身在哪里？以色列方面的讲法是，我摩萨德早就知道了，我们现在是在等一个斩首令，也就是呢，先前川普所讲的，以色列一开始其实就要斩首哈米尼，只是我叫他不要而已。那一个讲法是说呢，有可能在哈米尼的身边，这个是意大利前情报员讲的，哈米尼身边已经有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一声令下就会把哈米尼干掉，真的是这样吗？反正现在呢，伊朗这边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现核专家被追杀、被狙杀。好，伊朗的导弹呢，则是因此而疯狂的报复，所以呢，也让特拉维夫这边是一片狼藉当中。那以色列的讲法当然就是我就是要阻止你的核设施或者是你的核弹发展，所以核专家就会是我在这一次攻击当中一个主要的目标之一。伊朗呢，其实在20号，也就是昨天，很多的地方呢，有很多的人民站出来，他们的讲法是说，以色列呢现在对他们这些攻击，他们是认为不公平的，因为呢，他们觉得他们并没有在制造核弹，他们只是因为呢，他们有需求，所以呢，在制造核设施。好，但是呢，这一些有没有办法被国际当中所看到，或者是被报道？伊朗的副外长就直接讲了，我们这个叫自卫啊。我们不是先打人的那一个，是他打我，我才回敬他的。所以川普，你千万不要卷入这场战争，因为这跟你没关系，这不是你的战争。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川普现在的考量是他到底要不要开地面部队，因为目前听起来他好像只想要空袭的方式去炸那一些核设施，或者是说呢 B2 开出来帮他把那个地底下的核设施给打掉，但呢他好像没有想要派地面部队进去。但是又有另一个消息出来了，另一个消息呢是说美军突然开始吃牛排、吃龙虾，什么意思？就有媒体呢 Newsweek 在讲说，这会不会就是表示出征前的最后一顿丰盛晚餐即将要亲赴战场了吗？好，这一些呢，当然就讯息很多，就会有很多人有各种不同的推测跟想法。那现在呢，川普是不是要打伊朗？消息人士的讲法是 FBI 会有所行动，他们监控美国境内的真主党组织，因为担心他们会受到伊朗的支持。那这当然呢，某种层面上面也是比较他们内部的一些担心。但是川普给了一个时间叫2 weeks，2个星期。
CNN 的讲法是呢，这其实只是为了要逼伊朗出来谈判呐，反正现在要战要和都有机会都有可能，就是在一步之间一步之遥。伊朗外长呢，其实他们的想法是，不管要战或要和，反正要和要我回去谈判桌可以，但是你就是叫以色列先停嘛，他不停手，我没有办法坐回去。毕竟上次谈判前，他不就是直接来空袭我们吗？美国说不会，但是我怎么知道你们两个是不是唱双簧？而且现在他们根本认为，不知道能不能再信任美国。双方如果没有信任基础，那还有得谈吗？目前以色列呢，大家的看法就是说，因为它的导弹这个防空飞弹越来越少啊，当然呢，也听到美军呢有14架军机去补啦。但是伊朗呢，伊朗现在呢，它其实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弹头以及不同的导弹，中程的部分呢，说至少5款可以打到以色列，就在这个地方。那但是呢，如果是整个美军的基地的话，也就是你看到的点点这些地方都是美军基地。几乎全部都是在他的射程之内，所以不管谁出手，他都有能力反击。就想要请教一下将军，您会怎么样来看？好，目前的双方反正精锐进出啦，这一局大家都把它当成show hand在打。我先讲结论好了。我的判断，美国2个礼拜以后参单开打，就2个礼拜会进去。对，会进去。为什么我这样子研判呢？第一个。我们从这个西方的军事思想，也就是他们兵圣克劳塞维兹，他们的观念跟我们东方不一样。他们军事思想就是战争的目的，最后就是要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那目前看起来，不管是以色列、伊朗或者是美国来讲的话，这3方面都不可能有屈服于任何一方的方式，只有靠战争的手段才能够解决。这是他们军事思想，就是这个样子。第二个来讲的话，以色列，我们看现在，其实以色列真的是已经撑不住了，就是因为他撑不住，那美国必须被逼的必须要出手不可。如果美国再不出手的话，以色列极可能长期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有这种认同。那试问一下，美国里面虽然说有很多派的想法，不管 MAGA 派他是反战的建制派他是愿意参战的，但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是美国的中央军区司令，那个人叫这个库里拉，他很强悍，他坚持要打到底，而且他已经回到白宫，跟川普做完怎么样开战的一个作战计划简报已经做了。第三个，这2周，川普为什么讲2周的时间之后开战？这2周，你认为他这个川普是在拖延战术，或者是给大家时间吗 ？Oh no， 川普没有那么好意。我跟你讲，这2周美国是在做战备集运的动作。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那时候美国总共这个后勤运输到前线总共有3个月的时间。之后他开打时间100个小时，所以作战之前先期的作战准备、后勤准备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俗话讲，这个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时候美军这2个礼拜在做的动作就是粮草先行的动作。具体的内容，我们看到美军的加油机31架已经过去了，3艘航空母舰这时候也赶赴中东。那为什么讲2个礼拜？这很巧妙，你知道它福特号从美国本土越过大西洋进入地中海这个航程来讲，以它这个航速25节来计算的话，你算算看，刚好就是2个礼拜。所以川普讲这个2个礼拜是绝对有他的道理在的哈。再来，我再讲第4个理由，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伊朗跟以色列来讲，双方都已经是往对方的核设施来攻击了哈。不管目前打的是这个所谓表面上面的表面上面研究所啦，或者是重水反应堆啦，或者是研究所或者学术机构，但是都已经朝这方面来动作。我觉得当这个恶性螺旋已经展开来讲的话，你很难再回头哈。双方来讲几乎都没有再回旋的空间了。所以我觉得这时候美军势必是会参战。然后另外来讲的话，你刚刚讲这个美军开始吃牛排、吃龙虾，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你知道吗？所有军队，你去看所有军队在开战之前，他们真的是会让所有士兵好好吃喝一顿。当然你不能说是最后一餐了，倒不至于是这样，有时候真的是最后一餐。譬如说是最后要冲锋，从壕沟里头要冲出来。
这个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最后那天晚上，真的是会把所有最好吃的东西让士兵吃完，吃完这餐以后就让你冲锋。那这次来讲的话，当然不至于说是最后一餐，但是很可能是大战之前让他们好好吃一顿。最后讲说作战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哈，大家会怀疑会不会展开地面作战？大家要知道美军。我认为他会采取地面作战，所以地面部队会进去，但是不是大军作战，不是像第一次波湾一样，一个师主攻再走，主攻再右，而是他会用他的特种部队进去伊朗里面很多重要他已经掌握到的军事设施、军事基地，甚至于说是这个他们这个精神领袖所在的地方。实施所谓精准的斩首作战。那第一波轰炸之后，紧接着来讲，特种部队利用空降或者空中机动等等方式来顺应作战，目的在推翻整个伊朗的政权组织。我觉得说是我们大家等着瞧。我的研判是2个之后2个礼拜，美国跟以色列几乎已经没有回旋空间。2个礼拜以后，我的研判美军会参战。好，所以张俊讲法，他比较像是当时就是突击，然后宾拉登在海豹特工进去，然后就是斩首行动，然后就是他取得他认为的一个胜利嘛。那请教一下彬哥会怎么看？现在以色列的防空能力越来越差，它的拦截成功率从之前的90%已经降到65%。对，而且会持续往下降。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伊朗动用了各种方式去破解它的防空系统，那另外一方面，它的弹药也逐渐呈现枯竭。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本来它的拦截率就会越来越低。所以拦截率越低，表示什么？表示伊朗对以色列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大。那所以以色列还能够撑多久？因为以色列毕竟国土狭小，它比台湾都还要小。那可是伊朗可比台湾大得多。伊朗是台湾好几十倍大。地图就在这边嘛，对，那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对，所以你国土差距这么大，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都射同样的飞弹的话，伊朗造成的伤害一定比以色列多。因为伊朗的国土大嘛。所以这个局面都会让以色列撑得越久，会对他的局势越不利。所以美军现在其实就已经在帮助他了，包括美军、英军都已经在帮助他拦截飞弹。只是拦截的效率也开始变差。所以对以色列来讲，最好的方式当然不是被动挨打，就是主动出击，主动把哈米尼干掉，然后主动去甚至直接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问题来了，有这么容易吗？你说哈米尼身边会不会潜伏了摩萨德的特工？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一次以色列对伊朗进行的攻击，那很多摆明了，如果伊朗内部没有卧底，没有一些人在协助摩萨德，是绝不可能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伊朗内部确实存在很多反对哈米尼政权的人，但这些人的气候有成熟到能够把伊朗的政权整个推翻掉嘛？特别是如果他们选择对哈米尼进行攻击的话，进行暗杀的话，你要知道这很可能会造成反效果，你可能反而让他丰盛。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他是神权组织，你干掉他，并不见得就能够摧毁掉他的影响力。继位者可能就上来了。对，因为伊朗已经不断的在告诉你，我们早就准备好领导人可能会被狙击。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干掉哈米尼可能就变成是神，你知道？这可能会更糟。所以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恐怕要去仔细评估。那至于说你不管是派特种部队也好，或者其他状况也好，你真的颠覆掉伊朗的政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其实伊拉克的例子大家都看在眼里啊。你真的派军队进去把它颠覆掉了，结果是到最后自己灰头土脸出来。现在你看美国在伊拉克这么久的时间哦，结果你看伊拉克现在政权很亲美嘛，也未必哦。所以我觉得这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不认为川普会想要惹上另外一个这个持续累积的这样的一个麻烦。我觉得他想要的应该是一击赶快就跑，他应该是想要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并不认为川普很想要彻底解决伊朗的问题，他要的只是一个胜利而已。所以我认为他是有可能会出击，但是应该不会持续的死缠烂打。好，来请教一下尤明老师。我认为2个礼拜之后，川普不会攻打伊朗。美国制裁伊朗46年了，他的军队曾经想过很多方式要去解决伊朗的制裁问题、核武问题、恐攻问题。那其实发觉这个军事方案事实上战争的开始比结束要难，容易得多。也就是说，你要结束这个战争，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那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内塔尼亚胡跟哈梅尼之间的战争。以色列想要把美国拉进来，因为以色列没有办法去解决深在地底下80-90公尺的那个核设施。可是美国也不是没有想过B2 加上就是碉堡克星炸弹，那个13000公斤的，你真的打下去，伊朗就失去它核能力了吗？没有，不知道。现在甚至有说法，光这个碉堡炸弹可能都不够，你要用战术核武，这个当然不可能的。所以，光是在佛尔多尔的这个核设施，美国都不一定一击能够把它给摧毁，因为 IAEA 国际能源指能总署在6月12号已经讲很清楚了，有第3个核设施在地下的，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如果说你认为你一击就可以把它给核能力解决掉，那这也许是一劳永逸，但事实上是不可能。而一击之后呢，我觉得1到2年之后，伊朗一定就会做核子试爆，你反而加速了它的核子计划的能力。伊朗内部因为被制裁的很久，所以一直有一些争议，世俗派的就想要去跟美国妥协，去协谈，所以才会有那个核协议。只是因为川普上来之后退出，第一次退出，然后呢，拜登又回来，现在川普回来又退出，内塔尼亚胡就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把川普拉下水啊，那川普不会去打这个战争，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整个战争的后果跟未来的影响，美国就会陷到中东的泥沼，它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去跟中国竞争对抗的，你等于是再一次的从俄乌战争到伊朗战争。你真正的这个帝国你就开始衰退了，因为你的真正的竞争对手在那边等待你的这个衰落。第一个是战争问题，第二个是美国国内都不赞成啊，美国国内强烈的反战厌战。美国优先不是优先战争啊，是优先美国。共和党会分裂，民主党明年会取得其中选举的胜利。政治的因素一定要考虑进去，任何政治人物做决定，就跟甘乃迪在1962年10月底的时候，他最后透过他弟弟去跟苏联去谈，因此整个事情古巴飞弹危机化解了。第3个因素，你打战争，你所有美国优先关税，所有这些东西通通都不要玩了，因为战争会把你吸纳进去。第4个原因，你打战争你川普集团想赚什么钱？发川普手机、盖中东的川普大楼也都没有了。犹太集团不足以支撑你川普本身在财务上的需求，所以从个人到国内政治到经济到战争后果，我觉得川普这2个礼拜其实就是一个开创期，看看能不能够解决，不能解决我们再看看。那当然不会回到奥巴马时期的核协议，但是呢就要看伊朗是不是。怎么样来愿意退让的？好，伊朗其实他现在也完全的没有说我不愿意谈哦，毕竟欧洲这边这些人很紧张啊，就在中东旁边嘛。你要是真的炸了哪一个核设施的话，他们很担心核辐射外泄啊，所以呢，他们也找这个伊朗来谈，伊朗也去了，但川普就突然讲说：“哎呦，跟你讲啦，其实跟他们谈没有用啦，跟我谈才有用啦。到底谈能不能够止战？我们等等广告回来说。”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呢，刚刚一直在讲伊朗真的不想谈吗？其实他好像也不是不想谈。你看看这个目前欧洲3国，包括德国外长、英国外长、法国外长，跟他讲说来啦，让共姐啦，他也去了，对不对？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伊朗的外交部长讲啦，我们其实只要以色列停止侵略行为，然后对他们的罪行承担责任，我们愿意寻求外交途径，我们也没有一定要打到底。这一谈了3个小时，但是川普马上就直接说了。跟他谈没有用啦啊！你们去跟他谈，不就是希望说呢，能够不要在这个有相关的核设施互相的攻击吗？他觉得说你这个无济于事，而且啦，伊朗说真的是想跟我们谈，不是跟欧洲谈，因为跟欧洲谈。你们能做得了什么主吗？你们真的能够去跟以色列好好的讲话吗？其实啦，
还是美国说了算？但美国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只是这一场好像没有人能够控制，没有人能够克制双边的火势。来，联合国现在警告了，说伊朗跟以色列现在已经让战争升级了，这个不是滑向危机，这是直接奔向危机，因为没有人敢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双方其实都有核电厂，双方呢现在应该也都有核设施，那会不会朝着那个方向打？连普京都在讲，这有可能会走向第3次的世界大战，特别是呢，在中东这一边，中东无宁日现在感受更加尤其明显，而且呢，他也警告美国对于伊朗的干预有可能会引发恐怖的升级螺旋。那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呢，则直接讲了，说他们比较担心的确实就是伊朗核设施会不会直接被打掉的问题，因为呢，内塔尼亚胡的讲法是，我们自己可以来处理，不用靠美国，我就有办法攻击他的核设施。那这一些呢，大家就讲，你是讲真的讲假的？好，现在出来告诉大家，没有啦，我口误啦。俄国警告哦，如果你要是真的去打他的那个核电站的话，你就会造成一场比车诺比事故更可怕的灾难。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欧洲人说实话，他们现在肯定更害怕。中方在这一回呢，其实已经有先跟普丁这边通话，习近平、普丁通话，都希望呢这个中东能够缓解情势。那他们的联合国代表呢，就傅聪则直接讲了，说呢以色列、伊朗的局势升温。他们认为国际间应该是要劝和啦，大家一起来劝和，来平息紧张。那两边的领导人通话其实是向美方来喊话，劝和。结果学者呢，他们现在的想法是说，其实他们觉得并非真正有意在推动停火，那只是说呢，最好是美国还有直接参与的冲突双方听到他们的讲法之后，能够真的进场，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前进。但是现在以色列已经像是一个开了的火车，它不会停。原因是因为他们要拼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米尼能不能够下台，伊朗的政权更替。但是这一切呢，也跟俄罗斯在这边的战略走廊的计划是有关系的。好，毕竟呢，伊朗其实长期的跟这个俄罗斯这边呢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呢，他们的南北走廊的南这边呢，其实走的就是伊朗。那伊朗的外交部长呢，现在也即将要前往莫斯科来会见普京。在这一回，你可以看到美国确实对于以色列这边有帮助啊，这个所谓的巡逻舰啊等等也都派过去了。然后呢，大家也看到了他们在帮忙拦飞弹。但是呢，当伊朗现在正在打的时候，也想问俄罗斯之后会加一吗？会帮忙伊朗吗？来请教一下彬哥，您会怎么样来看？毕竟伊朗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说他一定得打，他好像一开始就讲说我也没有很想打，所以欧洲找他谈，他也去谈。伊朗本来就不想打这场战争，伊朗本来根本没有预期到会打这场战争，因为他本来正在跟美国谈判，对，结果正在跟美国谈判的同时被阴了，所以你说伊朗现在对美国会有信任感吗？当然不会嘛，因为你根本就在伊朗这一方面一定觉得你美国就是跟以色列联手故意骗我，就是这样。所以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拿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保证行动，伊朗到底要怎么谈？因为我怎么知道你今天跟我说了明天会不会变卦？特别还是川普这个每天讲的都不一样。那请问一下，我怎么相信你？那川普当然也讲了大实话，说你跟欧洲这些国家谈根本没有用，当然没有用啊，也是啦。因为以色列会听欧洲这些国家的吗？当然不会。加萨走廊到现在，欧洲这些国家一直谴责以色列，谴责个半天，然后什么事都没发生，就是这样。所以真正的实力者当然还是美国，美国才是最关键的那个角色。但是呢，美国我个人认为，川普现在还在虚张声势期啊。他讲你要谈可以啊，你无条件投降。他当然也知道伊朗不可能无条件投降嘛。我无条件投降这种条件我都接受，那我还怎么玩呢？对，然后我的政权就自己崩解了。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还在虚张声势期，接下来他会发挥他那个 Taco 的特长，他会开始往后退。他会把条件限缩一点，然后再看能不能跟伊朗谈。因为你要跟人家谈判，你一定要给人家一个下台阶啦，不然怎么谈？是你大家都盯在那边没有办法谈嘛。那俄罗斯在干什么呢？俄罗斯在两面讨好，你知道吗？照理来说，俄罗斯跟伊朗关系不错啊。俄乌战争，伊朗还提供他大量无人机，当然是要钱的，百架无人机。对，所以那现在为什么俄罗斯没有这个大力支持伊朗？为什么？因为他跟以色列也很好，所以他没有必要犯不着为了伊朗去得罪以色列。所以他现在在干什么？他现在在讲风凉话。然后
你要知道，其实真正在中间能够斡旋两边的，俄罗斯是个重要角色。是为什么？因为俄罗斯跟两边的关系都不错，说得上话。对，所以他现在在等你们西方，如果真的想要跟他谈，你们可以来求我，但是我不主动啊。对啊，我为什么要主动？对不对？关我什么事？所以他一直在讲很危险哦，可能会第3次世界大战哦。其实对俄罗斯来讲，如果你们真的炸了核设施，很棒啊，对不对？干他什么事？那个辐射层也不会飘到他家，对不对？所以你只是你美国的威信在中东更彻底完蛋，以色列会变成万国公罪而已，他怎么会在乎这件事呢？所以俄罗斯现在在待价而沽，等你们来求我。那你们不来求我，我也无所谓，反正你知道现在以色列跟伊朗战事升高，谁最爽？普丁最爽。因为这样已经确保了西方根本没空来管俄乌的事情。对他来讲这非常好啊，你们就继续打，打得越久越好。其实对他来讲就是这样。那可是对伊朗来说，他当然，伊朗说真的，他的国力不允许他持续打这场战争，打下去。可是你就是要给他一个下台阶。那怎么样去促和呢？其实学者也讲对了，也就是习近平虽然有心想要促成和谈，可是中国毕竟鞭长莫及。而且主要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如果美国不想谈，那习近平能够使上什么力？使不上多大的力。所以重点是在看川普。我认为川普还是那句老话，他一定会发挥他 tackle 的特长，他到最后一定会说，只是说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再慢慢看。好，但是其实普丁前几天我也看到一个报道了，他的讲法是说，我可以来帮忙协调啊，好像释出一个橄榄枝这样。川普还酸人家，说你先把你家自己的事情管好吧，你那场战争还没解决，你想协调别人的战争？来请教永明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俄罗斯之后的角色？俄罗斯在这一次的问题当中，我觉得这个角色会比较边缘化了。那如果说最后能够有一个积极性的角色，那我觉得可能是大概美国跟伊朗之间某种程度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再找大国来共同的参与，分担跟保证。其实，伊朗拥有核武对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吗？以色列一直这么认为，美国也一直这么认为。是，虽然今年3月的时候，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在国会作证说，2003年到现在，伊朗还没有核武器。它最多就是60%的浓缩铀，但那个还不是制造核武器的这种阶段，那要到90%。可是从60%到90%，差不多1个月到2个月，它如果真的要做，然后呢，从90%的浓缩铀到变成核子弹，大概要1年到2年的期间，快的话就是1年。如果真的要做，然后你要跟飞弹搭配，然后你要做试爆。其实，在北韩的问题上，2002年当6方会谈在推进的时候，北韩一度是愿意谈，也愿意谈这个韩半岛非核化的议题。但是那个时候，当小布希说北韩是邪恶轴心，然后呢打完阿富汗之后又去打伊拉克，那金正恩就决定在2年之内，后来在2006年就核子试爆，到2017年6次的核子试爆。现在我觉得其实核武问题一直本来都不是真正的关键，而是那一潭雅湖要让哈梅尼，要让整个伊朗政府 regime change， 也就是让这个政权瓦解掉，然后呢，让他的这个世俗派，让他的这个改革派、温和派能够主导这个政权。所以你看到他这个摩萨德对伊朗的渗透，那像个筛子一样，因为有很多当地的协力者嘛。但是现在的关键，一切都变成核武。那核武，川普要2个东西：第一个，你要不然就完全的拆掉任何的核子设施，连核浓缩铀不可以做。第二个是你可以做浓缩铀，我跟你一起在伊朗以外的海外做。这个是在3月份的时候美国的一个提案。我觉得这2个提案伊朗都不会答应。伊朗会说，我要做浓缩铀，我要做相关的研究，我不一定要做核武器。那现在如果伊朗可以口头承诺不做核武器，然后呢，等于是在之前奥巴马时期的核协议再往前一步，大国进来再共同的参与，那个时候就是如此。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国、俄罗斯、欧盟这些国家跟伊朗还是有那个核协议，所以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才可以去查核嘛。但是因为美国跟以色列这1-2年，尤其是这几个月，一直对伊朗在施压，所以呢，他就开始在找他自己的护身符。所以我是觉得
你要从伊朗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被美国制裁46年，到现在人均GDP 只有6500块美元，是以色列的1/8啊！以色列现在是54000块美元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根本不在乎什么你对他的攻击，基本上其实就是要跟你去这个对抗到底，因为他知道你也绝对不可能占领他。所以我觉得其实绝对不会2个礼拜或2个月之后，伊朗、以色列或者美国问题就可以完美解决，不可能的事情，一定会继续拖。但是呢，就看谁要真的动作了。请教一下将军。叶莹，你知不知道手榴弹的构造？我跟你讲哈，假设这是一颗手榴弹来讲哈，这个叫压柄哈。你要手这样压着这个压柄以后，然后压柄以后，你把插销拔掉。拔掉这时候就被炸状态，这时候你手只要一松掉。那个压柄就弹上来，啪一声，5秒钟以后手榴弹就爆炸。那现在伊朗就代表他原来有一颗手榴弹，但是他没有拔插销。那周边的包括美国、以色列就担心说，你哪一天拔掉插销手榴弹丢到我家来，就他原来还没有拔插销的，这时候突然伊拉克、以色列突然冲进，譬如说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拿着枪对着这个伊朗说，你把手榴弹交出来。就伊朗之后把插销拔掉，握着手榴弹，然后你们要开枪打我，我们就大家同归于尽。因为我只要一死掉，我手一松开，手榴弹一弹上来，3秒钟以后，这个引爆这房子里面所有人都炸死。那你想想看，这时候美国就在旁边说：“哎，你把插销插回去，把手榴弹交出来。”你认为伊朗会把插销插回去，把手榴弹交出来吗？那这个伊朗说：“你们出去，对不对？你们离开这个房间，我就把插销插回去。”那以色列会回去吗？出去来讲，你从后面丢我怎么办呢？所以双方来讲，我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不管是伊拉克、以色列，好，我讲错了，以色列或者伊朗。或者美国现在都陷于一种彼此不信任。我不相信你会把插销插回去，我也不信任你会不对我开枪。这时候只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能够扮演这个叫这个伊朗把这个插销插回去，然后解除这个危机。那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一定要是双方都能够信任的人。这个。伊朗会信任这个人，我插回去，他不会开枪打我。然后以色列来讲，我信任这个人，他这个我离开之后，我离开这个房间，他手榴弹不会从后面丢我。我现在双方来讲，我觉得陷于这种僵局了。那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普京可以吗？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很怀疑现在拉偏架的人大概都没有办法扮演这种角色。或许我们看看中国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不管是以色列或者是伊朗，他们都信任的人，他的实力也够大。大家不要轻忽这件事情第一个，我讲说是美国川普前天晚上跟一个人吃饭你知道跟川普吃饭很难的，要交很多钱的。他前天晚上跟谁吃饭？跟巴基斯坦元帅。为什么？巴基斯坦有核弹，而且他那个核弹。巴基斯坦为什么称那个核弹？大家很担心，你知道？他不认为说那个核弹，他不说那是我是巴基斯坦的核弹，他说那个是伊斯兰世界的炸药，也就任何伊斯兰兄弟国家被核武攻击来讲的话，他就有权可以动用这个核子弹来实施替这些伊斯兰国家报复。所以美国现在第一个也担心这个巴铁那巴铁后面我们知道是有中国的影响力在。那前两天我们看到。所以有一个惊喜，我们看到尼什导弹或者是库里拉贾巴德那款导弹，我跟各位讲，那款导弹就是可以丢核子弹的导弹。所以现在问题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那现在关键谁可以劝伊朗把那颗插销插回去，解除这场危机？但目前看起来的话，各国之间好像还找不出对双方来讲彼此都相信的人。目前国际之间，我个人还看不到。好，毕竟呢，这个川普给了一个2个星期的时间，这2个星期到底靠和谈、靠外交有没有办法寻求一个出入？如果可以的话，那真的就是伊朗还有以色列双方人民之福了。我们先进广告。在国际上，以伊的冲突现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本来外界一直认为，是不是伊朗的反击能力？已经被耗尽了呢？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反击呢？结果证明伊朗
不断的叫做绝命复仇持续进行当中，而且是遍地开花。先从这里看，在这个实验室里头，伊朗说目标是底下的秘密军事基地，结果把医院给炸了，这是以色列在抗议的最严重的地方。那么另外报复科学家被杀害了，所以他也炸了以色列的科学研究所，还有以色列情报中心摩萨德大楼，这是最关键。这一次把他们的情报站收集到透透，渗透透透，杀害了他们非常多，包括情治头子，还有军方的领袖，他也立刻以这个反击雄狮崛起的行动轰炸了。还有飞弹击中的微软设施，是美国的企业啊，营区厂区也被炸。特拉维夫更是很多的科技重镇设施被炸了。海法是我们看到的是画面最多被攻击最多的地方哦，内政部的大楼今早被空袭，看到这个飞弹射下来拦截不了，直接建筑已经变成断壁残垣。伊朗有25枚飞弹的画面，昨天落下的瞬间，先来看看画面。这个画面呢是透过各种的报道里面看到了以色列罕见的全国性警报，不止单一的地方哦。虽然是以色列先行攻击，准备要遭到报复，但是没有想到刚开始只有局部的地区，现在是遍地开花，包括了中部、北部、南部，通通都有。那以色列继续在遭受轰炸的情况之下，国家实验室科学家还奔回去要抢救各种的研究资料。问题是，现在以色列的记者也带着大家去看，说现场被炸得多么严重。看起来真的就在首都这些位置里的建筑也已经被夷为平地。看看这段画面。I am in Holon right now, one of the sites that had a direct Iranian ballistic missile hit to it. Let me just show you the buildings right now. Absolutely decimated. You can just see the impact this missile had. I mean, this entire floor collapsed right in the middle, down the entire apartment building. These are residential buildings. We have some crews, of course, on scene as well. But you can just see, look at all the air conditioning units just coming out of the building, debris everywhere. 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现在已经不只是针对军方啦，或者是政府的机构，民间的建筑也被轰炸得非常的厉害。那或者一开始以为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很强，大概90%呢都被拦截下来啦。现在这个拦截率已经从90%降到65%了，所以才会看到这么大规模的破坏。由军媒分析，铁穹拦截率下降的可能性有几个可能，包括了以色列拦截器的库存减少了，伊朗部署超高音飞弹。还有伊朗使用了多弹头的飞弹，重要一个是电子战哦，是不是让欺骗拦截器的指令失效，才可以有这么多让伊朗的这个 GPS 欺骗能力，让防空系统无法启动，或者甚至进一步，是不是美国提供给他的弹药现在已经来不及或不够用了呢？以剑3的飞弹防御系统的库存告急吗？纳坦雅胡拒绝正面回应，所以才会拦截。虽然侦测到了来不及把他们打下来吗？他只说希望弹药啊越多越好，美国赶快来。所以泽连斯基才喊我的飞弹呢，怎么都到以色列去了哦。那当然，在伊朗的最大的精神领袖哈米尼到底人在哪里？一开始就传出来，以色列本来想直接把他炸掉，被美国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让他继续活命。但是呢，说是摩萨德啊，已经安插了特工在他身边，只要川普这里同意，随时可以进行斩首行动。以色列现在不敢动手，就是因为川普还没有点头。真的吗？我不知道现在的情报各种的真真假假、虚实不知啦哦。也许这也是给哈米尼的一种情报上、心情上给他的压力，真假不知啊，让他担心身边的特工啊哦。还有呢，现在以色列这被说叫做箭靶的概念，伊朗的空袭，纳坦雅胡是发动战争的人，可是他公开在谈话的时候却告诉大家说：“哎呀，我也是受害者呀，害我儿子婚礼延期第2次了哈。”以色列人炸锅，他甚至还称赞他的妻子莎拉是一位英雄。为什么呢？他说他承担了很多个人的损失。以色列的议员爆炸了，卡利夫出来痛批。纳坦雅胡呢是个毫无边界的自恋者，跟川普应该是好朋友。他说许多的家庭不只是延期婚礼而已，是永远失去了可以举办婚礼的可能，好吗？是有轰炸之下造成的生命损伤，你有没有一点点的疼惜或对你人民的这种同理心呢？而他的太太，更何况过去曾经因为他的豪奢成性被
以色列人批评，还有包括他甚至挪用公款300万聘请私人厨师等等的涉贪被起诉审理当中。以色列的海法最近被炸得很厉害，昨天一连串下来，造成了20个人的伤亡哦。市长痛喊：“我不喜欢战争，喊痛恨战争，和平才是重要的目的，拜托不要再轰炸了吗？”但是问题是，轰炸的开始起源是谁呢？是以色列的纳坦雅胡啊。所以以色列跟伊朗呢，双方的代表都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上直接唇枪舌战，互批对方违反国际法，炸医院。那其实加沙走廊以色列也炸啦，那互相的各种冲突跟攻击没有办法在安理会上有什么共识可言。但是在网络平台上，两位年轻人对话，我们大家可以参考，非常有意思。一开始还算和平的友好，后面看看对话的情况，看看这段画面。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Israel. Oh, I'm so sorry about it. I'm so sorry about what Iran is doing. Thank you. Thank you. Is it bad? Is it so bad? Yes. It's bad, but start this way. Start it with me. Because our is much stronger than we thought. So I'm sorry, but I have a good news for you. Yes. Tonight, we are from Iran. Tonight, we will make it double. We will make it double. We will let the world know that you are nothing, and in this 75 years, you were just killing children and women. You wasn't fighting military. 也就是说，官方政治人物在喊话，对于民间来讲，也是一个愤怒的情绪在其中。现在伊朗的反击也超乎很多西方媒体的预料。推将军，第一个，前一阵子以色列的突击跟强大的空军造成伊朗很大的损失。但伊朗的相对战略呢，开始的时候用无人机跟一些这个导弹，打你这个重要的地方，让这个铁穹啊、大卫投石啊、标3啊、标5、标6啊消耗得很严重，到现在为止，那个剑3的飞弹都快要到底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一次不是前天就喊吗？伊朗就喊我有大杀器嘛，我有王牌的武器出来。那最近出来就2款，一个是1500公里的洲际飞弹，一个是2000公里的泥石飞弹。这些飞弹都身高6米多，6、7吨重，那带弹量就很高，因为它是超音速带变轨。第二个，它打击方向也变了，它不只是对你这个特拉维夫啊或者这些重要的这个城市打，它还法了旁边，因为你要知道防空飞弹是很贵的，只有保持这个耶路撒冷呢，它搞个4层3层，再加上美国的在海上有弄1层，可是它打你别的目标啊，那防御力就没那么强嘛，所以命中率从90%降到这个65%。事实上，飞弹的防御飞弹向来没有100%命中的，通常都是60几。所以我们爱国者佩服的是2发打1发，打人家敌人1发。所以这一次他选的目标也是非常针对性的。你那个时候在加沙走廊专门炸人家医院嘛，他也炸你医院，因为通常在全世界国际上炸医院是一个不人道的做法，国际法不准的，不准的。可是他讲的理由也是一样，你那个医院下面跟你以色列指人家这个有游击队在医院下面，我也是打你医院。你暗杀我那么多科学家，那我也打你这个科技中心，也炸了你个稀里哗啦。所以他采取这一波的行动，就代表说我用飞弹来达到报复你以色列对我的作为。这里面有2个东西要值得看。我们看到现在为止，以色列都是靠强大的空军，没错。它空军的问题就是说飞来回要2000多里，中间还要加油机，所以空军带出去的炸弹顶多250磅的，不可能带更重的。那因为你的油料已经占得很重嘛，所以它的攻击目标的爆炸力就有限。但伊朗用的是导弹呢，下来可以达到700多磅到1000磅的炸弹，所以这个爆炸力的摧毁力就比较强。正好你的防空武器不可能每个城市都有什么4层3层的，不可能。所以这一个反击呢，就造成以色列比较重大的伤亡，包含你的钻石中心。你要知道，以色列全世界的钻石从生产、开采到加工到销售，
犹太人是一手包的，最厉害全世界占一大堆的比例很高的比例是犹太人经营，那也是赚钱的东西呢。全世界的女人都喜欢钻石，但是它呢，钻石很多，它限量出售，一直维持钻石在很高的一个价格，这个生意是很好的。所以伊朗这个打击达到2个目标，消耗你以色列的弹药，也消耗你美国的弹药。是。那第2个我用导弹，第3个它暗示那个核子武器的那个炮弹头，在我们看起来呢不像核子炮弹，没那么小，对不对？那它的这个铀啊也不知道藏哪去，所以我们认为，但外界有的猜它可能有核子武器，这也是以色列跟美国下定狠心要把伊朗的，不管是用核子协议也好，或者是摧毁你的核子能力啊，总要把你干掉。这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咬定如此，最基本的想法。但事实上有没有，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核爆，没有核爆核试验，你就不知道他武器到底成功没有。教授，昨天上次在节目上你就讲了，大家看到都以为说是不是伊朗的军力很弱，在以色列轰炸之后看起来反击能力很强，当时你就说再观察，因为那个时候是单方面的媒体报道如此，结果现在陆续回击的这些状况，可以凸显，其实伊朗还是仍然具有反击的能力。这几天看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千万不要看你平常习惯性的媒体啊。外国媒体什么 CNN 啊，什么 Bloomberg 啦，或者什么福斯 News 啊，就花钱。我跟你讲啊，这个绝对是帮以色列做宣传的工具啊。首先，我必须要强调，以色列的纳坦雅胡真的是失算了。他失算到什么程度？30多年来天天讲，明天伊朗就会有核子弹了。明天讲了多久了？对不对？到目前为止的话呢，那川普本身胡乱加码啊。2018年的时候呢，取消了跟伊朗之间的核协议，那个时候伊朗的这个铀啊的提炼啊，只到多少？连4%都不到。这一次的话呢，号称65%啊，有公布的结果，然后说到达到80%的时候，可以做出核子弹。我在这边啊，先跟大家先强调一下，整个形势完全转弯了啊，完全转弯了。首先的话呢，第一点的话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那个飞弹打得非常准啊！你知道吗？特拉维夫的威斯曼研究中心那是很有名的研究中心呐，对不对？都已经挨了。你要乱打，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如果像伊朗那个什么印度的阿三他妈丢出来的飞弹一差15公里，那都不知道飞到哪去了。但他打得非常准。然后呢，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就打到你的医院，就告诉你医院底下有军事单位啊。这个讲法听着我们觉得说很熟悉，为什么很熟悉？以色列都用这种方法来讲哈马斯的嘛，就是讲加沙走廊的，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个非常多。飞弹，我跟你讲，无人机多，导弹多，超高音速导弹也有啊，音速8倍的、10倍的，通通都有。这下子以色列是防不胜防。为什么这么多呢？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为什么这么准啊？天上有人支持啊，谁支持？这个就是在调查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多？有人会提出这个支持。导弹非常多，纳坦尼亚胡他心里要有数啊。他本来的计算是这个时候美国应该参战的，而且怎么大家的话呢，整个这个新闻的媒体都介绍，连我这种学哲学都知道 GBU-57的钻地弹可以打到地下60公尺，2弹往底下打就加起来120公尺。好，这样子计算的结果的话呢，就是可以摧毁他的核设施。结果的话呢，川普的话呢，昨天早上突然莫名其妙冒出来说要考虑2个星期啊。第3个原因就是拖，以色列怎么可能这样子挨炸挨2个星期啊？大家要了解啊，伊朗的话呢，166万平方公里，以色列严格来讲，按照联合国来讲的话，当年只有1.7万平方公里，现在都巧取豪夺，搞了2万平方公里，差距太大。以色列的纵深为什么会搞出全国防空警报？因为以色列就是像台湾这种情况下，什么万安演习，哇，整个半个台湾都在喊起来了。以色列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目前为止啊，它的导弹多，导弹准，然后的话呢，它的策略就是要拖到以色列实在受不了为止。为什么以色列现在内部人有很多人反对纳坦雅胡的？是。这也是他一直不想让战争结束的原因嘛？很多外界的研判如此啊。袁老师说，袁老师意思是说，是伊朗没有那么好打，他不是软柿子，他后面有人，而且他是有盟友的。我觉得当然就是以色列，如果今天他先发制人啊，到底符不符合
这个国际法嘛。我们刚刚前面讲都是战争中的行为，好，包括你是不是要炸这种比较和平用途的，像医院啊、像学校啊，啊，甚至难民营等等啊，那个是战争中的。但是你先发制人，这个原因对不对？以色列当年进攻这个加萨，是因为他被先攻了嘛，哦，所以死了100多人，所以他有这个正当性，死了1000多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以色列当时的这个背景，他好像发动战争有正当性。你现在是怀疑伊朗到底会不会随时就是核弹，完成那个好，就好像你今天经过一个人，你看了他手上这边磨刀，你马上先给他一枪毙命，他磨刀是要杀猪啊，根本不是要对你要用武嘛，所以这个很难判定的。那你既然今天这样做了，那伊朗回击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笑话在哪里啊？以色列居然在联合国安理会，他从来不鸟安理会的，安理会对他做了多少谴责过去啊？包括联合国大会比较多了，安理会因为美国没事否决一下。我的意思，以色列从来不认为联合国是他的场域，你怎么会今天跑去联合国这边去这边哭诉这个伊朗的行为？我觉得这个不太正常，就表示是说他可能觉得说，美国到底有没有要挺他？结果一看美国，居然福斯的这个高层居然好像讲了一些话，问了一些让美国的保守派好像不太敢回答了啊。就是我觉得包括范斯，你到现在为止你没有说服范斯哦。那川普这个人就是见机行事，看看怎么样。可当他说2个礼拜之后啊，我觉得这个对内塔尼亚胡来讲就是蛮大的一个耳光了，就是美国又回到当年的传统，就像他在这个伊拉克战争，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他讲的一样嘛。就前阵子不是讲一句名言，他说俄罗斯跟乌克兰就像2个小朋友，给他们打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再来决定。他现在也是说，好像让伊朗跟以色列这样打一下，打一下就是岳老师讲的，你没有这么多的众生啊，以色列过去我们看到哈马斯对他的威胁都是那种恐怖攻击啊等等，还没有以色列好久没有这种大规模国家这种警戒的状况，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以色列他们这一次攻击之后，我相信以色列应该会去考虑一些政治外交的议题，就是你今天针对哈马斯对恐怖分子那个你用个别的方式来处理，我觉得是可以的。可是，一旦如果说你今天的邻居有这么大的威胁能力，你还相信只用军事、只用暗杀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他要回头去想一想，是不是该走外交途径了。这次以伊冲突，美国的角色是什么？虽然川普是先前有人帮他发言说24小时之内会决定，那昨天最新他是说2个礼拜之内会决定到底要不要参与动手一起打伊朗。可是大家相信吗？因为至少伊朗不相信，有各种的抗议行动现在正在进行，这个非常大规模，伊朗的民众抗议焚烧的是什么？美国国旗加上以色列国旗。为什么就在这个核武谈判要跟美国谈判的前2天呢，突然以色列就发动了攻击啊？而且川普是知情的啊。所以会被认为是不是美国在帮着以色列来降低警戒等等的，以至于现场我看到这个画面其实也蛮熟悉的。美国本土移民抗议的时候，大家也在烧美国国旗，而现在在伊朗这里发生了，包括了伊拉克、黎巴嫩、也门，也同样都有像这样的大规模活动。这个标语可就不是 No Kings 了，是叫美国去死。这是蛮大规模的行动，继续在很多的中东国家进行当中，跟加萨伊朗人这个也门民众喊出来的是，我们加萨人、伊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要清算犹太复国主义美国政府的罪行。看起来这个人数可不是像我们凯道而已，这个人数是非常多，这跟国仇家恨，我们家人的命都。这个抗议是非常严峻的，数千人连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的首都都有哦，要求以色列要停止对伊朗和加萨的攻击。美军到底要不要出手？要不要去镇压伊朗呢？以色列一直在等，也一直要拉他入坑。但是2周之内达成协议吗？有可能，因为川普一直放话自己说伊朗已经说要来跟我和平谈判的，结果目前看不到这个机会。伊朗外长阿拉奇公开表达的是，以色列就在美伊双方预定谈判的前其实是2天的发动空袭，
令我的国家不确定，我现在到底还要不要跟你美国谈？谈的时候能不能信任美国？还是美国要收割的时候，我听你的，到底能不能换得安全保障？他不相信，所以伊朗啊就说：“你要求以色列先停火嘛，我们再来谈嘛，这样我们才算是和平，有可能往下谈的机会。”可是川普回答是什么？他说：“以色列在冲突中是占上风的，所以伊朗处于劣势啊，他打得正好，很难叫以色列停手，所以你叫人家怎么来跟你进行核武的谈判呢？”川普受访的时候公开，他没有听过他的公开谈话。他说呢，川普表态以伊冲突，如果美方介入战事的话，最后一件该做的事情就是派地面部队，暗示美国只会考虑以空袭啊、飞弹啊这些来支援以色列。因为呢，在是法国媒体的报道观察者引用的说，他们卫星图上可以显示6月5号停机坪上面仍然停放着在美军基地卡达这里的基地呢，有40架的军用飞机结果其中包括美国 C-130的运输机、侦察机都在。结果6月19号再看看卫星图，同一个地方停机坪只剩下3架飞机，去哪儿了呢？都飞了吗？而还有个讯号是美军的阿兵哥突然 PO 了画面，是哇，我们军方提供的餐点居然是牛排跟龙虾，网络上疯传很多外国网友说这个是好事吗？还是这个是要出征前的最后一顿丰盛晚餐，是一个迹象吗？是准备要打了？CNN的报道，他们问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向中东地区运送了更多的血浆了，这些血浆通常是如果有战事要发生，要预防万一要治疗的使用，所以这是不是就是面对可能发生的袭击，美军准备的操作标准流程，也代表着美国的军方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要介入去打伊朗的这个准备了川普受访的时候，他公开的讲，本来问情报单位就问目前没有基证显示伊朗正在制造核武，这是美国的情报单位那到底从哪里有基证？问我看看这段对话的内容。Intelligence do you have that Iran is building a nuclear weapon? Your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as said they have no evidence that they are at this point. Well, then my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wrong. Who i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said that? Your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ulsi Gabbard. She's wrong. 有趣他还反问记者说：“谁说没有的？你自己的官员呢？”他说：“那他错了。”这样回去会不会找他算账？不知道。另外也还有一段对话是央视的记者去访问以色列的驻联合国的大使，他们的对话。Last few decades, the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always said there would be only months, weeks, days away from Iranian get the nuclear weapons, which is not true. No, so I beg to differ with you.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IAEA later on today. Once we found out about their intentions and that they are building the capabilities, we decided to act. We decided not to wait for them to be the first one to launch atomic bomb into Israel. 这叫做预防犯罪的概念我不会等到你真的有第一个核弹落到我们以色列，我才来攻击，所以我就觉得你可能会有，就先打你，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到底有没有任何的证据或情资呢？答案是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的。所以中俄现在角色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更大的难民潮要出现了？美国智库的分析认为一旦美军介入的话，当然美军可能各种基地会被攻击，而德黑兰的政权万一真的垮台，到时候将会有2340万人外逃其实想到这个数字，想到这样的外逃，想到台湾，但台湾不想要，有哪个国家想要呢？而全球的难民总数将增加约76个百分比，除了乌克兰，除了加沙，现在难道伊朗也要这样了吗？由这个媒体的分析报道，北京观察认为，中东冲突扩大，习近平呢，他的做法是什么？用他的谈话来表达，他提出了4点内容，都在点名以色列，彰显这次中国大陆在伊朗冲突局势中的大国焦虑吗？澳洲中国政经学者司令说，以前中国大陆对国际冲突都想要降温的时候呢，这次是呼吁双方要克制才对。这次只单一边点名以色列，并没有谈到伊朗，当然是以色列所发动的冲突，是代表中方的态度。还有伊朗的外长马上就要到莫斯科跟普京会面，代表着什么？他去背后有人吗？找普京支援了吗？将军，当然，这个伊朗向来跟俄罗斯的交情就很好，那伊朗所有的科技发展的来源也从俄罗斯来的比较多，但这个故事要从头讲起的话，任何一个大国，尤其是核子大国，不希望
有新的核子国家，所以当年的联合国5个国家加德国，跟伊朗有谈过一个6边会谈。那个时候要求还很清楚，就是说你核能发展只做民生用途，不要做武器。后来川普就退出这个，退出以后，这一次叫你投降，而且还讲说无条件投降，而且要你的核能连民生用我都不给，所以伊朗才翻脸，就是说把自己仓库里面最好的飞弹拿出来打了。这一打呢，以色列也被消耗得很惨了，将近每天的防空飞弹要花掉台币89亿啊，这是一笔不小的消耗。而且伊朗跟以色列来比，一个大国一个小国，就说面积人口，那以色列科技很发达，它赚钱是赚很多，钻石业了、科技业了、生技业了，还加上还有农业还可以销欧洲。那你现在这一打，它商店就有10万家公司倒闭了，那其他动员的年轻人是不是你也不要上班了嘛？所以它的经济损失会很大。弹药库也打得差不多了，所以就希望美国进来。美国很聪明的，前面画支票开很大，你马上投降，要不然怎么样？第二天就2 weeks，24小时变2个月，他不想2周了，2周嘛，2个礼拜2 weeks，他不愿意卷入地面作战，所以 pose 是摆了，航母往那边调。因为美国在中东有45000个陆军。假定你是真的想解决问题的话，是应该动员陆军，但是美国很忌惮的，又踏入一个阿富汗、叙利亚这种泥道，那受不了，太难看了。所以他前面是嘘声恐吓，后面呢就在用飞机运输以色列要的弹药，所以这个仗还有得打，因为伊朗它的导弹多，那以色列是飞机多，但是飞机的破坏力又比不上导弹，而且这个消耗，因为以色列的经济底气也经不起这样时间长的消耗，所以呢，因为伊朗也放话了，就是说，这个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荷姆兹海峡要封掉，这个就牵涉到很多国家，你旁边的伊斯兰兄弟沙烏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他们的石油都要从这边卖，所以他们也愿意出来做第三方调停的。那俄罗斯跟中国也把严正声明都讲得很清楚。俄罗斯普丁讲得很绝，你要去动赫梅尼，那我就招致你意想不到的报复。所以这个目前大国，我们看到现在。每个大国都是利用身边的棋子去干掉人家，我只要出点钱，出点军火，死你的人，达到消耗我敌人的目的。那以色列打你这些棋子国家打得顺风顺水，自己以为就可以干掉伊朗，结果打到现在发现精疲力尽，对伊朗没有打，因为你空来空去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这个战争还有得耗，就看周边大国在怎么样下药。川普过去痛批拜登，是说你到处去介入别人国家的战争，到处点火，对我们美国人不公平，等等等等。所以这次他要介不介入这一次的战局，当然是他的难题。我分成3个部分来讲啊，这个川普又笨又坏啊，然后这一次的话，他整个心理上他是完全中了纳坦雅胡的计啊，因为以色列是立国以来啊，以色列1948年立国以来面对最大的危机，以色列的发生呢，我跟你讲啊，大家都会期待说是伊朗结束，我认为以色列的话呢会面临结束的命运。以色列结束的时候呢，他要他在落海之前他会抱着美国一起下来的。川普本身来讲啊，目前为止，川普讲这些话完全都没有根据，他否认自己的国安意味，然后他否认自己，这个是超级丢脸的事情。那这个最起码，因为这是你国家要完蛋的事情。美国这边下来，你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还什么地面部队？美国那个智库根本是莫名其妙，什么
2340万的什么难民，胡扯八道。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伊朗里面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哈美尼耶的话呢，本身来讲，他在伊朗，我先强调哈，大家要讲这种情况。我觉得以色列情况是非常危险，因为以色列把所有的这个鸡蛋通通放在美国这个篮子里头。那美国现在的话呢，川普以前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3年前的川普感觉到美国好像就要马上参战了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赶快看，哇，很失望，他居然要停2个礼拜，我真是害怕美国不参战了，因为这里面的话呢，最重要的是，首先第一个，伊朗已经被制裁46年了，你还能够制裁到哪里去？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伊朗这46年当中没少卖石油啊，虽然几百万桶，伊朗本身来讲跟沙特阿拉伯是头一块油田啊，少卖了很多，伊朗人过得很苦。但是要知道，这个国家基本上物产是非常丰富的，是整个中东里面最大的一个国家。然后第3点的话呢，伊朗人才非常多啊，伊朗人才多代表什么含义啊？我不得不讲一句话哈，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还好意思制裁别人，还好意思偷袭别人，自己拥有的核子弹是有名的多，我根本就不管别人的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要做个核子弹。印度啦、巴基斯坦啦、朝鲜啦都有。伊朗的话呢，在我那个岁月当中的话，伊朗留美的人非常非常多啊。台湾加南韩合起来的人都没有伊朗到美国去留学的人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要做个核子弹有这么难吗？一个物产上这么丰富，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在媒体上的宣传都是讲哇不得了，那个 GBU-57打下去，连2颗就把它破坏掉了，然后会出现了2000多万的难民啊，然后整个世界会大乱什么的，还美国不排除用什么地面部队，你来嘛。美国你敢你就来嘛！我告诉你，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根本都受不了啊！美国的大兵啊，你刚刚看到他吃那个什么龙虾牛排啊，我觉得好像是要被受刑枪毙之前吃的那顿好吃的一样，第2顿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因为这个的确就这种情况嘛。你要了解啊，美国不可能派出地面部队的，因为伊朗比阿富汗大多了，甚至于比越南都麻烦了。你那个整个地区来讲，是真的是大家都叫阿富汗叫帝国坟场。伊朗的情况跟阿富汗接壤，那整个山区来讲的话，躲在里头根本没有办法。而且最重要的是，什叶派的教徒他们非常能打的。伊朗过去跟台湾可是有邦交，他们国王还到台湾来访问过。巴勒维是。那现在伊朗的处境，美国到底要介入，以他的脉络来研判？先前记得吗？当时川普还批评过纳坦雅胡，他对他很不满。但这次纳坦雅胡摆明了就非要把川普拉进来不可啊！我觉得他今天川普啊否认他这个国家情报总监这个 Ghazi Garpad 这样的说法，说没有啊，没有证据。就好像当年啊小布希硬要进入伊拉克一样嘛，就是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就人家说在哪里，就搞一个洗衣粉啊弄。我觉得情况现在就是一模一样，就是你没有足够的证据。北韩每天说我有核武，你为什么不去打他啊？北韩没有的时候也说有，有的时候更凶了，那大家也不敢惹。为什么北韩就可以有？我们如果说过去刚刚讲了，这个常任国理事国可以有，那印度后来加了印度，那以色列是还没有出柜了，他有了，他不承认而已啊。可是北韩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它明明有大家也觉得北韩是很危险，很可能会对日本或对南韩造成威胁，结果没人敢动它。那为什么伊朗今天就要莫名其妙被制裁这么久？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那川普你是一个一再强调我不要卷入这种战争愚蠢的战争，可是你现在就是让等于是被你的我们叫尾巴来那个决定头的方向嘛。这个今天内塔尼亚胡就让你一直想要卷入，而且凭着这个犹太人在以色列在美国的影响力，我觉得川普可能不得不最后要有一些动作的。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卷入进去，我们就讲伊拉克的状况，美国把伊拉克海山弄清干净了以后，结果无政府状态很乱。他所谓的那些恐怖分子以前没有的，海山很讨厌跟这些激进组织来往，结果全部都进了伊拉克。好，你现在如果真的把伊朗政府给搞垮了以后，伊朗这么大一个幅员，就像利比亚一样，以后会造成你更大的麻烦，对中东地区。所以你现在你还有哈梅，你还可以稍微有点遏制
这个状况，如果今天变成一个军头割据的这种状况，那每一个都会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觉得美国要去想清楚，你已经有过一个伊拉克的经验，进去以后打赢战争容易哦，打完以后要处理战争，要退出很辛苦啊。这个我看了拜登在阿富汗多丢脸，美国在越南多丢脸啊。所以你今天川普要去想一想，你每天讲美国第一，美国第一，不要又是美国 Taco 又是第一啊。